这位牛头勇士脸色不太好，他见四下无人，便开始了开闸放水。谁知背后的池塘里却躲了一个女中豪杰，一不小心，一个气泡冲天而起，牛头被吓得转身，可他只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对自己消瘦的身材颇为满意，完全忘记了关门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女人憋了个够呛，她撕掉了雷队的裙摆，准备出去找牛头算账，奈何后脑勺没有长眼，一把就被扼住了命运的喉咙。接着就是举高高，女人一个抱锤，自己成功落地，使出一招海底捞月，可牛头铁布衫已炼制大成，伤害不大，羞辱性极强。牛头抽出长剑，对着空气砍了起来，女人几个回旋转身，完美躲避。她轻巧的身姿在此时发挥了作用，跳上了牛头的肩膀，又使出一招扭转乾坤，紧接着拔下牛角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又是一记重锤。牛头终于去阎王殿报了到，要问女人为何这么厉害，因为她师从雪花女神龙，乃是女神龙在番外的弟子，也是亡国的公主。而现在他们正在经历一场谋权篡变。2个小时前，她从床上醒来，但却手脚被缚，来到窗边，却发现自己正被囚禁在高塔之上。巡查之人到来，公主赶紧回到了床上，两人正欲行不轨，还好公主铁仆功过硬，但自己身负枷锁，得想个法子。紧接着，她直接掰断了自己的大拇指，取出了手镣，再忍痛将骨头接了回去，取下金钗，并将它插在了不该插的位置，迅速解决掉一人。而另一人在中国功夫面前更是不经打，直接被踢下去喂了海豚。还没等休息一下，又一壮汉到来，多亏了2人之前留下的雷神之锤，这次他走的没有痛苦。来到另一处窗前，公主发现自己的家人和王公大臣全都被抓住，而这一切都要拜自己的未婚夫库伯所赐。国王育有2女，库伯本应迎娶大公主，顺利继承王位，可关键时刻大公主拒绝了库伯的戒指，这才引发了血雨腥风。而这一家人接下来又会经历什么呢？公主疯狂撕着自己的裙子，因为接下来是一场硬战，这些布料只会阻碍她的发挥。果然，门外立马就来人了，她赶紧拿着棍子躲到了门后，趁其不备，直接就放倒了一个，然后解下裤腰带，就开始了捆绑大法。面对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，本想威胁问出父母关押之处，可死鸭子嘴硬，那只能送他们一程。而此时的高塔内，雇佣兵正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，还好大部分人只看中了金银财宝。公主用诡异的身法来到了自己的寝宫，从床下取出了自己珍藏已久的屠龙宝刀。想当初自己跟着师傅女神龙学习中国剑法，而这把宝刀也是鬼见愁送给自己的。换上战靴，公主冲了出去，一番搜寻，终于找到了库伯所在。原本找准的角度，一刀就可以送他归西，可此时突然的敲门声破坏了计划，公主只好另寻他法，爬出狗洞，却刚好在一尊铜像身下。哪知铜像突然活了过来，还好这人和之前的牛头一样笨重，可这位却练成了金钟罩。聪明的公主拿起了桌上的灯油，烹饪了一道没人敢吃的叫花鸡，巨大的香味飘来。库伯感觉到了不对劲，赶紧让大批人马上去查看。此时的公主活动开了筋骨，将前来抓捕的人打了个落花流水。面对又一批送死的前来，公主一招撒豆成兵，直接放倒了敌人，然后又是一连串无差别的攻击。公主不愧是练了一身中国功夫，人高马大的雇佣兵简直毫无还手之力。对方的人海战术让公主分身乏术，聪明的公主直接将一人扑了下去，可刚爬起来，上下都来了追兵。这时外面的窗帘成了救命稻草，一个飞冲，公主成功脱险。再运用娴熟的秋千技术，她跳进了另一间屋子。好巧不巧，旁边正好关着父母。顽固的国王见到女儿并没有高兴，他认为公主完全没有能力对抗反叛者。公主正躲避追捕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原来是师傅女神龙。2人商议了片刻，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有中国功夫傍身，2人很快解决了路障。公主成功救出了父母和妹妹，但自己却不小心吃了一大闷棍。醒来的公主自然不会乖乖听话，直接被扔到了窗外，就这样掉进了大海。强大的信念让公主苏醒，她用玻璃碎片割断了绳子，避免了被淹死的命运。可现在的库伯以为大公主已死，正计划迎娶2公主，然后顺利继承王位。而此时的公主已和女神龙会合，来到了兵器库，几人挑选好趁手的兵器，冲进了战场。这些羸弱的雇佣兵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师徒俩现在是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终于库伯身边的边王也被解决，现在
公主要亲手解决掉库珀，不愧是反派1号。公主完全不是对手，但反派往往死于话多，趁其不备，公主一个旋转飞切，库珀身首异处。公主终于成功夺回了王国，也赢得了父亲的信任，成为了王国的继承人。群众演员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本片由乐一导演黎文杰执导，全片几乎是从头打到尾，没有恢宏的场景布置，是一部架空历史的外国武侠片，一部很适合心烦时看的爽片。我是说影先生，下次分享再见。